全世界头一回，这么多男人一起关注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世界的焦点又一次聚焦到佩洛西身上。其实佩洛西对市场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亚太地区的股市，也向全球市场扩张了。美国的3大股指被迫结束了红7月的上涨行情，连8月2日在美股和期货开盘之前呢，也明显的承压。佩洛西和股市的关系远不仅于此。在美国投资界有一个传说，说跑赢巴菲特还得看佩洛西，并且大家也说佩洛西可以称为是国会山的股神。今天的华尔街周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国会山股神佩洛西的故事。为什么叫他做股神呢？佩洛西的丈夫最近被迫抛售了英伟达的股票，亏损了34万美元，亏了这么多，为啥还叫股神啊？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丈夫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原来如此。根据路透社的27号的报道，迫于舆论压力，佩洛西丈夫在芯片法案通过前几日抛售了所持英伟达的股票，亏损了34万美元。要知道，美国参议院27日也同时投票通过了芯片法案，其中包括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补贴和激励的措施。预计该法案将于当个星期晚些时候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然后提交总统来签署。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这项芯片法案将有利于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推升英伟达等公司的股价了。但佩洛西的丈夫似乎未卜先知，自于6月17日就购入了2万股的英伟达股票。考虑到佩洛西的特殊身份，舆论纷纷质疑保罗可能接触到了关于立法的内幕消息。众议院共和党主席爱丽丝也批判这种做法实属臭气熏天。特朗普也憋不住了，他炮轰佩洛西说他就是个疯子。她的丈夫靠内幕交易买股票赚了1亿美元，有没有1亿美元那么多我们不好说，但是呢，我想的话跑赢标普500还是有的。这样的操作也不是头一回了。2021年的时候呢，保罗佩洛西的股市投资回报率呢竟高达56%。要知道金融大鳄巴菲特才26%，照这架势，今后不必跟巴菲特吃午餐了，跟保罗吃岂不是更香吗？要说保罗佩洛西的操盘技术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躺着就能把钱数了。去年1月，在拜登政府宣布向电动车提供补贴之前呢，保罗突然买入价值100万股票的特斯拉股票。同年3月，保罗又低价重仓了微软公司股票。不久就传出消息，微软获得了美国国防部220亿美元 AR 作战头盔的订单，公司股价暴涨。同年7月，美国多家大型科技公司被反垄断调查，市场犹如惊弓之鸟。此时保罗却反向做多了谷歌，果不其然，谷歌平安无事，股价还大涨了20%。这投资业绩谁看了都得佩服，保罗懂政策。保罗为啥这么懂？你们也懂的，还不是因为他有贤内助吗？内幕消息管够吗？国会山报称佩洛西可以获得机密情报，她有权通过言辞或者行动影响她丈夫投资和交易公司的命运。感情这真正的股神是佩洛西，保罗无非是他的白手套。保罗佩洛西可疑的华尔街意外之财刺激了2党呼吁禁止股票交易。对于丈夫的辉煌战绩，佩洛西办公室的口径是：议长本人不参与股票买卖，交易信息公开前对交易一概不知哦。即便如此，市场已经用脚做出选择。一个名叫 Wall Street Bets 的散户组织干脆将套用保罗投资组合的产品命名为内幕投资组合。该组织的创始人对着媒体暗讽佩洛西说，国会山真是聚集了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投资头脑，我们要像某位国会议员那样投资哦。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感激这样一个国会山的投资风向标，看来美国人还是挺实在的。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民调显示近80%的民众认为议员及其配偶在股市中拥有不公平的优势。其实国会议员及其亲属炒股在美国并不算新鲜了。2012年，美国就颁布了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简称股票法案，规定国会议员不得利用职务获取的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获取私利，议员必须持续定期地向众议院提交自己和家人的炒股记录。但是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曝光的调查显示，在当时的国会中66名国会议员和182名国会幕僚公然违反了股票法案规定。本届国会议员及其直系亲属在2021年交易了价值6.3亿美元的股票和金融资产，买进了2.67亿美元，卖出了3.64亿美元。交易中60%是股票，其余是基金、债券和别的资产。你看，虽然投资金额巨大，可是据美国财富杂志披露，指控国会议员进行内幕交易其实很难呀。佐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利、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等多名美国参议员涉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美国司法部曾对他们展开调查，最终均未提起诉讼。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和凯利呢也涉嫌内幕交易，两人在简报会上接到预警后抛售了股票，规避了风险。几轮调查之后，同样未受到任何控诉。你看，议员本人炒股也能法外脱责，他们的家属靠内幕消息牟利呢，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所以啊，在美国国会内部一直有声音呼吁说，禁止议员及其亲属炒股。应声而出，在今年1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恩呢就提出了禁止国会股票交易法案。这个法案是这样规定的，它禁止国会议员及其配偶子女在议员任职期间交易股票。具体怎么做呢？这个法案要求所有现任议员及其配偶子女需将名下股票在法案实施120天内转入保密信托，而新任的国会议员在就职120天内也要将本人和家人的股票转入保密信托。议员离任满180天之后呢，转入保密信托的资金才可以转出或者变现。如果议员违反前述规定，将处以相当于其全额议员薪水的处罚。听起来好像还是差了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纷纷表态，他们不应该同时参与股市，必须终结腐败的内幕交易。共和党参议员乔什说得更直白了，年复一年，政客们以某种方式跑赢了市场，买卖数百万股他们本应监管公司的股票。华尔街和大型科技公司与民选官员合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联手支付。是时候正视华盛顿的暴力行为了。不过，虽然大家呼声一片，立法推进情况却并不乐观。作为众议院一把手的佩洛西就坚称国会议员有权炒股，因为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啊。今年初呢，迫于舆论压力，佩洛西终于默许起草限制议员炒股的法案了。但毕竟不情愿啊，佩洛西就练起了拖字诀。截止到目前呢，此类法案都停留在了审议阶段，尚未对任何法案进行投票。道理也明摆着，要让这些坚守自盗的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强化监管，解决自己内幕交易的问题，无异于是与虎谋皮，不是吗？提到投资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盖尔有句话：我所知道最有价值的商品是信息。而对于保罗·佩洛西来说，最有价值的恐怕是找对了合伙人。好，感谢收看本期的《华尔街周报》，我是安琪，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